传书了，苏氏嫡女生母早逝，被继母算计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那群人又来了！什么人？寨主，内务府钱庄酒楼说皇子欠了8万多两，连瓦片都押出去了，正要抄家呢。急什么？凭证呢？在那边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。小姐，外面那些人，让他们等着。苏大小姐，您夫君把皇子府输光了，这债您得还。欠条在谁手里？在城东地下钱庄老板钱四海手里。去千金台。那可是赌房，您是新娘子啊！新娘子也得吃饭，皇子府连瓦片都没了，我今晚睡哪？你以后叫小算盘，跟着我，教你算账。押了，本世子今晚就要赌个。殿下，封地印章都输了，那是最后的根基啊！输光了才好，干净。九皇子又输了，进场收钱。站住，小娘子，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找男人回家找去。让开！你找我啊？萧兰怀，你欠我个洞房。你就是苏家那嫡女苏清月，你明媒正娶的正妃。哦，不对啊，我明媒正娶的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把玉玺当了？那个输了，不值钱，就是块破石头。哟，新娘子也来玩2把？怎么赌？压大小，猜数数，压中了翻倍。玉玺值多少？九皇子押了5000两，加上之前欠的，一共8000两。我跟你赌。行是行，可你拿什么押？这个够不够？够，1万两都不止。财大财小，开。新娘子，摇彩珠是庄家的事儿，但你运气不错啊。刚才那把不算，是试试手。这回我摇，你猜，压吧。小。你少赖账！你刚才摇了7下，正常庄家只摇3到5下。你管我摇几下？多摇的2家是为了换彩珠。这彩珠灌了铅，比正常的沉，出现的结果概率不同。你胡说什么？刚才那把，不管我猜什么，你都能让我输。真的沉，庄家作弊。你的？你怎么知道手里有问题？猜的。苏清月是吧？你刚问过了。再问一遍不行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回府。一起。你不玩了？没钱了。你今天为什么来？不来，今晚睡哪儿？苏清月，又怎么了？你这个王妃好像还行。睡你的觉。你睡哪儿？那边。半夜寨主会砸门吗？放心，他们砸不动，我特意加固了一下。老人家，府里现在还有多少人？就老奴一个，原先有几个丫鬟小厮都走了。走了？没钱留得住人？你就这么过日子啊？没钱还乱花？就是因为没钱才要花。
没钱还乱花。就是因为没钱才要花，花着花着，说不定就有人送钱来了。账本呢？欠了谁的债？欠多少？什么时候欠的？总要有个账吧。记那个干嘛？反正也换不起。老人家，您在这儿多久了？老王妃刚出生那会儿，老奴就在这儿了。那您记不记得府里都欠了哪些人的钱？记得一些。说。内务府的王公公欠了8000两，城东钱庄的钱四喜欠了3万两，兴隆酒楼的李掌柜欠了6000两，还有绸缎庄米铺柴铺，一共84623两。你欠这么多，睡得着？睡得着啊，欠着欠着就习惯了。这井有水吗？有的，就是年头久了不敢喝。这灶还能用吗？能用吧，就是好久没生火了。府里还有米吗？没了。柴呢？也没了。油盐酱醋。想做饭？想吃饭，从昨天到现在一口没吃。要不我请你出去吃？你有钱？够吃碗面的，嫌少啊？那算了，走吧。2碗面，最便宜的那种。又怎么了？你平时都这么过，没钱还去赌？就是因为没钱才去赌啊，万一赢了呢？萧兰怀，你母妃去世多久了？问这个干嘛？走了。喂，我母妃走了12年，12年0.3个月。你母妃去世多久了？苏清月。小姐，钱四海带着内务府王公公还有10几家债主堵在门口，说不还钱就要拆了皇子府。开月门，请他们进来。小姐，他们带了打手，进来就完了。关着门，他们照样也能拆。让他们进来，我才好给他们指条活路。苏王妃，九皇子呢？躲成缩头乌龟了。今儿个不还债，这府里的一草一木都得抵给我们。九皇子欠内务府的8两，逾期3月。陛下若是知晓，连苏家都要受牵连。还钱！吵什么？扰人清梦。九皇子，今天必须还钱。没钱，这御赐酒壶压你，值2个铜板。来人，抄府！慢着，钱老板，你3万两本金，月利3分，利滚利共41000两。王公公，内务府8000两无利。李掌柜，酒楼赊账6000两，总计84623两，分分未差，对吗？诸位今日来，无非是要回欠款，可这府里除了破屋烂院，无物可抵。送去官衙，他是皇室宗亲，诸位依旧拿不回钱，反倒得罪皇室。哼，少耍花样！你到底想怎样？债转股，把欠款换成皇子府产业的股份，往后产业盈利按股分红，不出半年，诸位不仅能回本，还能年年拿红利，比攥着死欠条划算100倍。笑话！这破府的烂尾酒楼荒地能赚什么钱？你想赖账？我以苏家嫡女身份立誓，半年内若诸位拿不回本金，苏家双倍偿还。有许家作保，老奴同意债转股。我不信半年，只给你3个月。3个月内，若那3间烂尾酒楼赚不到我的本金，还要不仅要苏清月给我磕3个响头。一言为定，立字记吧。字据立了，出尔反尔者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苏王妃，3月之期，别食言，我等着看你磕头。酒楼的地契都在我书房暗格里，不过
这玉佩是御赐的，你拿它去苏家要启动资金，别说真是我给的，免得你借题发挥。那3间酒楼各藏着一个我的人，身手脑子都不差，你打理酒楼用得上。至于是谁，你自己算。我的王妃，可别辜负我的期待。清月，你刚嫁入皇子府就惹了一屁股债，如今还敢回来伸手，真当苏家是你能随便作威作福的地方？我不是来拿钱的，我用2间铺面换苏家丝绸庄的20名熟练绣娘、10名账房，还有5000两启动资金。这是九皇子的铺面，还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街上，你说了能算？字据在此，九皇子已画押，而且铺面租给了苏家丝绸庄，租金全免，3年后归还。您若是不答应，我便去找城东的王家布庄，他们早就想在朱雀街开分店了。答应你便是，不过绣娘和账房我得亲自挑，但我要验人，绣娘须得手艺顶仙，账房须得手脚干净，若有一个做事不力，这交易就作废。你倒会算计，用不值钱的铺面换了苏家的精兵强将，柳氏要气晕了。铺面现在不值钱，往后整治好了，价值连城。先去整修那间朱雀街正中央的醉仙楼，改成丝绸体验店，用玉寿字卖绣品，赚第一笔快钱。醉仙楼后院老厨子是我的人，会做饭，还能盯朱雀街香户，有风吹草亮动会报给你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小姐，预售火了，第1天就收了上千两定金，门槛都要被踏破了。不对，定金数额不对，少了300两，而且有50单的花样都是最冷门的款式，不像是贵族显贵们会选的。王妃，不好了！绣娘里有人传消息给柳氏，柳氏让人在外面散布谣言，说咱们锦阁是骗人的，收了定金就会跑路。现在外面客人们正吵着要退定金。王妃，刚才有个穿黑衣的人往厨房塞了这个，说是给九皇子的，我看他形迹可疑，就扣下了。这是我暗卫的标记，红色记号代表被监视，3间酒楼都被人盯上了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外面要退定金，酒楼还被监视。柳氏的谣言能破，暗中的监视也能找到源头。3月赌约刚起步，这点风浪不算什么。说得对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我的王妃。退钱！退钱！别的！诸位稍安勿躁，我是清月锦阁的苏清月。卷钱逃跑是无稽之谈，我以苏家嫡女身份担保立誓，若有人拿不到绣品，双倍返定金，绝无虚言。真能按时取货，出了事我们就找苏家要脱法。愿继续预定的，每人额外赠送苏绣手帕，执意退定金的即刻兑现，绝不阻拦。昨日定金少300两，冷门定制单50笔。柳氏的谣言前脚出锦阁，后脚就人心惶惶，这院里藏着吃里扒外的人，还不止一个。你们每人拿1枚铜钱，半个时辰后我亲自验查。铜钱沾脂粉者，必是柳氏安插的眼线；铜钱若被银粉染黑者，便是藏得更深的那位的人。今日必揪出内鬼，绝不姑息。拿上来。王妃饶命！是柳氏给了我50两银子，让我透支定金数色，担保定制花样。轻步绣娘杖责20，即刻赶离京城，永不得踏入锦阁半步。素衣绣娘押入偏院，严加看守，不许任何人接触。即日起，锦阁进出皆要验身，账房每日核账3次，绣品做工1日3查，泄密者重罚逐走，通敌者直接交官，尽心做事者月钱3倍，年底给予分红。
王妃，绣娘们好像怕被牵连，都不肯好好做工了。这样下去，御兽的绣品根本赶不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先按兵不动，看看他们想闹到什么时候。苏怡绣娘被抓，苏清月怕是察觉了，得尽快禀报殿下，再派些人过来盯着。替我给柳氏和二皇子带句话：九皇子府的人锦阁的事，轮不到他们指手画脚，再敢插手，后果自负。九皇子府的王妃定下规矩，你们也敢违抗？是觉得锦阁离了你们不行，还是觉得九皇子府好欺负？今日起，谁再敢怠工，不仅扣光月钱，更要赶出京城。在这里混饭吃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没想到萧兰水竟然会主动出手帮忙，还如此有威慑力。二皇子的人，你清了他的眼线。柳氏的眼线清了，二皇子的几个密探也抓了，这是他们的令牌。你留着素衣绣娘，是想引他背后的核心现身，顺藤摸瓜查清二皇子的布局。我猜到了，素衣绣娘只是个小卒，背后肯定还有人，留着他必能引大鱼上钩。不过今日绣娘代工，多谢你出手震慑，欠你个人情。大伙过日子自然要互相帮衬，什么情人情？你的算盘怎么打，我听着。我的安危也自然随你调遣。你的安危都分布在哪些地方？锦阁和皇子府的防护，我得心里有数，避免出什么纰漏。锦阁四周有8名暗卫，皇子府有20名，还有10名暗卫在外围负责打探消息。你拿着，以后锦阁的安全，我让人多上点心。布局很周密，看来你平时的纨绔模样都是装的。彼此，苏家嫡女的谋略和本事也远超我的预料，我的王妃不会让我失望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城北的锦绣庄突然把绣品压到市价5折，还派人去各大府邸游说，咱们的老客户全被抢走了。今天连1单定金都没收着。更糟的是，朱雀街所有布庄都联合起来，不肯给咱们供纸，不构成4线。要是再进不到货，预售的绣品根本交不了货，按规矩要赔双倍定金，咱们这次要亏惨了。肯定是二皇子在背后搞鬼。锦绣庄就是个普通的绣坊，没胆子和咱们硬拼，一定是他给了锦绣庄好处，让锦绣庄针对咱们。现在要想的是锦绣庄的成本。京城原料的替代渠道，预售客户的赔付风险。慌什么？不过是些小手段，我设3重局破局。第一，分级定价升级，普通绣品5折现款限量，中档绣品7折加赠苏绣配饰2，高档定制绣品1对1服务，用粗布染制仿锦布，成本降3成，做工保证和真币一模。第三，预售升级，凡介绍新客户下单者，新旧客户皆免半成尾款，鼓动客户主动留克拉。我这就去安排伙计贴告示，迎接吆喝。我现在就去城南染坊谈合作。小姐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快就想到了破局办法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二皇子和锦绣庄不会善罢甘休，咱们还要多加防备。5折买苏绣，介绍客人免尾款，快来看看呀！5折能买苏绣，介绍客人还免尾款，太划算了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苏清月就搞了几个破活动，那群客人就全回去了，要你们有何用？老板不好了，苏清月联系了城南染布，他们自己做仿锦布，根本不用咱们断工的原料，而且他们的活动太吸引人，咱们的客人全跑光了，低价绣品都无人问讨。王妃放心，3天内我一定让人把仿锦布送够，做工保证和真锦布一模一样，绝对不会影响绣清月品质量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库房里剩下的绣线有问题。我刚才检查，发现不少绣线被掺了劣质棉线，一拉就断。用这些绣线绣出来的绣品全是残次品。是锦绣庄干的，他们断工不成就暗中掺假，想让咱们的绣品出问题，毁了锦阁的名声。立刻封存所有掺假绣线，不许再用，让染坊加快进度，不仅要送仿锦布，还要送优质绣线。另外，让账房统计用掺假绣线的绣品全部返工，绝不能让残次品流出去。陛下，查到了，锦绣庄敢和锦阁硬拼，是二皇子给了他们10万两银子。还许诺事成之后封他们为京城锦绣行之首，这是2人的密信。另外，锦阁原料掺假也是锦绣庄的阴谋，他们买通了锦阁的一个杂用，趁夜里没人，在库房里掺了假，小的已经控制住了这个杂用。这是二皇兄的笔记，敢借商战拖垮我，还想拉拢柳氏。萧景逸，你打得好算盘，就是太蠢了。
将那名杂役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留着当证据。另外，派人盯着柳氏，看看他和二皇兄有没有接触，有任何动静立刻禀报。果然是二皇子搞的鬼，他不仅想搞垮景阁，借景阁亏空在皇上面前参你一本，还想拉拢我继母柳氏，让他从内部牵制我，倒是考虑的挺周全。他的心思不止这些，酒楼被监视，景阁被针对，都是为了试探我到底藏没藏实力，想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废柴皇子。柳氏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二皇子主动拉拢，他肯定会答应。以后我在苏家那边也会有麻烦，景阁和皇子府都要多加防备。还是你的算盘打得精，考虑的面面俱到。不过万事小心，柳氏的手段虽然阴狠，但不足为惧。二皇兄才是最大的威胁，有任何事立刻告诉我，我的人随时替你调遣。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次查掺假原料，也多亏了你的安慰。说了，搭伙过日子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好好休息，别太累，天塌下来有我扛着。我去方便一下。九皇子把京城外的3间烂尾酒楼全收了，要改造成粮仓，和镇北将军合作做军粮生意，这可是天大的买卖。今晚戌时，镇北将军的人会去城西酒楼谈合作细节，粮仓的设计图纸和军粮运输路线图都放在酒楼里了。小姐，真的要把图纸和路线图放在城西酒楼吗？苏姨绣娘真的会信吗？万一出什么纰漏怎么办？她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背后的二皇子一定会信。二皇子一直觊觎军粮生意，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肯定会派核心密探去打探。至于图纸，自然是假的，只是引他上钩的诱饵。奉二皇子殿下命，特来救你出去，快跟我们走。你们穿的是二皇子府的衣服。通知萧兰水，按计划行事，城西酒楼埋伏好人手，静待大鱼上钩。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酒坊生意的细节呢？镇南将军的接头暗号是什么？图纸和路线图在哪儿？都在那儿，我只知道这些，其他的我不清楚。九皇子殿下是否在里面？镇南将军属下副将奉命前来踏谈酒坊合作事宜。镇北将军的人怎么会突然到访？计划要被打乱了。先擒住二皇兄的人，再应付镇北将军的手下。该死，怎么会突然来这么多人？抢了图纸，赶紧走！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在九皇子的地盘动手！两位副将稍安勿躁，只是些不长眼的小毛贼，想偷点东西，已经命人处理了，不影响咱们议事。这张路线图上的粮仓标记是边境粮仓的机密点位，除了将军和少数心腹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人是二皇子的核心密探，看来二皇子不仅觊觎军粮生意，还早就盯上了边境粮仓，想要盗取粮仓机密。这一切背后恐怕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九皇子殿下，边境粮仓的机密绝不能泄露。二皇子盗取机密，恐怕是想对粮仓不利。末将必须立刻赶回边境，向将军禀报此事，加强粮仓防护。理应如此。两位副将一路小心，我会派人暗中护送，避免二皇兄的人半路拦截。王妃饶命！九皇子殿下饶命！我真的不知道二皇子想盗取粮仓机密，我只是被他要挟，他用我家人的性命逼我做事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押回皇子府严加看管，留着当指证二皇兄的证据。若是他敢耍花样，直接处死。二皇子觊觎军粮生意，盗取边境粮机密，他的目的绝不止如此，恐怕是想控制军粮，为后续夺嫡做准备。同时利用粮仓机密做手脚，既拿到军粮控制权，又能假意告发我私通武将，泄露粮仓机密，一箭双雕。那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假装和镇北将军谈军粮合作，引抓个线钩，让他的阴谋无法得逞。刚才黑衣人动手时，你站在2楼太危险了，下次别这么逞能了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我知道你会护着我，不会出事。先回皇子府，再仔细商量军粮的局怎么布。
别在这危险的地方待着了。苏清月、萧兰恒，给我出来！3月赌约到期了，本金赚回来了吗？没赚回来，就赶紧让苏清月出来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否则我就带着人拆了这皇子府。九皇子府账目混乱，欠债不还，小的奉皇上口谕前来查账。若是查出道道，定要治九皇子个治家无方之罪。还钱！还钱！拆了皇子府！钱四海，你带着一群阿猫阿狗堵在这里大喊大叫，是觉得我这个皇子好欺负，还是觉得上头的王法不管用？我这是按赌约来的。苏清月答应我3个月赚回本金，若是做不到，就要给我磕头，这是他亲口答应的，还有字据为证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是苏清月亲自签的字据，愿赌服输。九皇子，皇上口谕在此，必须查账，还请配合。还钱！磕头！不配合就拆房！来人！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也敢在九皇子府门口撒野，给我打！打到他们再也不敢来闹事为止。诸位债主，内务府的大人3个月赌约，我苏清月说到做到。这3册账本，一册记清月锦阁的盈利，一册记3间烂尾酒楼出租的收益，一册记所有的开支和成本，一笔一画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内务府可以当场核查，诸位债主也可以随意翻看。钱老板，这是你的本金，另外按照债转股的约定，这是你应得的分红，1分不少。诸位债主按各自的欠款比例，分红皆已备好，分毫不差，请查收。九皇子殿下，苏王妃，账本核查完毕，账目清晰，收支明确，无半分混乱，是咱家误会了，这就回宫向皇上复命。王妃真是女中诸葛，这脑子太厉害了，3个月赚了这么多银两，以后我们就跟着王妃干，再也不信旁人的挑唆了。钱老板，赌约我赢了，愿赌服输。你之前说的狠话是不是该收回来了？还有，带着你的人赶紧离开皇子府，别再在这里丢人。果然是二皇子挑唆钱四海来的，他不仅给钱四海撑腰，还让他带地痞流氓围堵皇子府，想借赌约找茬，让内务府查抄皇子府。还好我们早有准备，没让他的阴谋得逞。钱四海只是个跳梁小丑，二皇兄才是幕后主使。他见之前的手段都没成功，就想借赌约失败之事搞事情。看来我们得加快速度，主动出击了。殿下王妃，属下查到二皇子煽动金四城的商户，让他们联合起来提制清月锦阁，说锦阁的绣品偷工减料，毁了锦阁的名声。这是想故技重施和紧张那次一样，想用断供和谣言搞垮锦，可惜也低估了我的能力。没想到你不仅能在3个月内赚回本金，还能把账目做得这么细致，连内务府都挑不出半点错，又提前料到钱四海会耍赖，留了3册账本当后手。苏家嫡女的本事名不虚传。我的本事从来都不只是赚钱，更是把所有风险都算在前面，提前做好准备。我料到钱四海会受二皇子挑唆耍赖找茬，也料到内务府会来查账，所以才做了3册账本，留了后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有你在，皇子府的这些事慢慢有了起色，锦阁也越做越好。大伙过日子，能有你这个皇子妃，倒是我的福气。彼此，有你看似废柴，实则深藏不露的皇子，我的算盘才能打得更精，锦阁和皇子府也才能安稳度日。二皇子想煽动商户，抑制锦阁，散布谣言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，先提前联系好各地的原料商，确保锦阁的原料供应，再主动出击，揭穿二皇子的阴谋，让他自食恶果。好，按你的算盘来，我的暗卫和情报网全听你调遣。不管二皇子有什么阴谋，我们都联手应对，让他有来无回。苏王妃，不是我们不肯供货，实在是二皇子殿下打过招呼，若是再给锦阁供料，就要砸了我们的铺子。我们小本生意实在惹不起皇子殿下呀。是啊，王妃，二皇子还派人盯着我们的货仓，根本不敢私下给您送原料，你还是另寻渠道吧，我们实在无能为力。你们怎能如此趋炎附势？之前锦阁生意好时，可没少照顾你们的生意。王妃，现在京城的原料商都被二皇子垄断了，外地原料一时半会儿运不过来，库房的原料只够撑5天，这可怎么办？二皇子能煽动商户，我便能策反他们。至于谣言，就让他自食恶果。你立刻拟写己裁告示，凡愿给锦阁供货的商户，锦阁以市价上浮2成收购，与他们签长期己裁契约，保证全年原料需求。另外，允许小商户以原料入股锦阁，年底参与分红。你让人把告示贴满京城各大商街，再派人手去各商户家中私下替送。
告诉他们，二皇子只能护一时，跟着景阁才有长久利益。若是执意跟着二皇子，待景阁渡过难关，便永远断绝合作。是。小姐，这招太高了，上府2成收购还能入股，那些商户肯定会动心的。这只是第一步，还要防着二皇子耍阴招。另外，查清楚那些冒充景阁的劣质绣品到底是从哪里流出来的。市价上浮2成，还能长期合作，甚至入股分红，这条件也太好了。二皇子只给了点好处，却让我们断了大财路，不值当啊！废物！一群见利忘义的东西，我都给了好处，他们竟还敢跟苏清月合作！殿下，那些商户都是趋利之徒，根本挡不住。如我们再加大力度，派人去砸了那些与景阁合作的商户的铺子。就按你说的做，另让底下的人多散布些景阁的谣言，再把那些劣质绣品多卖些出去，一定要让苏清月的景阁彻底臭名远扬。殿下，二皇子派了人手去砸与景阁合作的商户，还让手下用私藏的劣质绣品冒充景阁货，在京城各处贩卖。那些劣质绣品都是在墙角的小作坊做的。敢动我的人，还敢造这么多孽，那就让他把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。你立刻带人手去城郊的小作坊，将那些劣质绣品和制作工具全部查封，把作坊的人抓起来，严加拷问。另外，在二皇子的人去砸商户铺子时，暗中出手阻拦，把那些打手带回来，留着当证据。王妃果然守信用，定金当场就结，以后我们定死心塌地跟着王妃。合作共赢本就是经商之道，跟着景阁，我保证大家有赚不完的银两。王妃，原料问题彻底解决了，还多了不少新商户，景阁的原料供应再也不用愁了。二皇子府的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砸店，当王法不存在吗？城郊小作坊查封了，打手也拿下了，还让他们当众招供了。你这速度倒是挺快。我的人岂会让二皇兄的小伎俩得逞？不过你这招集采亮价策反商户倒是挺高明，一下子就破了二皇子的抵制局，还整合了京城的原料市场。看来我的王妃经商也很有一套。这些劣质绣品做工粗糙，绣线一拉就断。二皇子想用这个毁了景阁的名声，倒是打错了算盘。现在路人都知道是二皇子搞的鬼，景阁的名声不仅没受赢下单，更吃我们。二皇兄经此一事，颜面尽失，皇上那边也略有耳闻，已经派人去二皇子府问话了。不过他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还会耍别的阴招。他来一次，我破解一次。他想夺嫡，想搞垮我们，我便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，直至满盘皆输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孤军奋战，他翻不了天。知道了。这次策反商户，阻拦二皇子的打手，也多亏了你。这份情我记下了，日后如有需要，随时开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二皇子参告九皇子萧兰怀私通镇北将军良，意图谋逆，着钦差大臣即刻前往九皇子府彻查，若证据确凿，即刻将萧兰怀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钦此。九皇子殿下，今日本官奉命彻查，还请殿下配合。若有隐瞒，休怪小的不客气。钦差大人，请便。我萧兰强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二皇兄的参奏纯属无稽之谈。钦差大人，二皇子说殿下囤积军粮。不知所谓的证据是什么，还请大人明示，也好让我们自证清白。这封是你家殿下与镇北将军的密信，信中商议囤积军粮之事，还有这份账目单，记录着他购买大量粮食的明细，铁证如山，还想狡辩？大人，这封书信字迹拙劣，模仿殿下的笔迹却漏洞百出，一看就是伪造的。至于这份账目单，更是错漏百出。大人请看，账目单上记录着殿下在3月初8购买了1万担粮食，可3月初8那日，京城各大粮行的粮食储备加起来也不足8000吨，何来1万担粮食可买？再者，账目单上的粮行印章都是伪造的，真正的粮行印章纹路比这个清晰3倍，大人一看便知。二皇子为了构陷本皇子，竟不惜伪造证据，欺瞒皇上，其心可诛。钦差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去京城各大的粮行核查，看看3月初8那日是否有粮行卖出1万担粮食。殿下，不好了！钦差去粮行核查了，咱们伪造的账目单肯定会被拆穿，这可怎么办？废物，连个账目单都做不好，还留着有什么用？就算账目单被拆穿，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是咱们伪造的，皇上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殿下，王妃，属下查到那封伪造的书信是二皇子府的谋士模仿殿下的笔迹写的，还有那份账目单也是二皇子府的人伪造的。另外，属下还查到了二皇子与北狄接触的蛛丝马迹，这是北狄使者给二皇子的密信，还有二皇子给北狄运送粮食的记录。二皇兄想构陷我谋逆，
那我便让他尝尝勾结外敌的罪名，这罪名可比谋逆轻不了多少。二皇子给北狄运送了3万只粮食，都是从民间搜刮而来，还克扣了朝廷拨给边境的军粮，这2条罪名足够让他身败名裂了。钦差那边已经核实账目单是伪造的，不仅能自证清白，我们头是反咬二皇，让皇子走，让他为猎物所付出代价。好，那就让钦差看看二皇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谁才是真正心怀不轨之人。钦差大人，二皇兄构陷本皇子谋逆，其证据皆是伪造。现在我拿出二皇子真正的罪证，还请大人过目。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大人，这是北狄使者给二皇子的密信，信中商议二皇子借北狄兵力夺狄，北狄则助二皇子登上皇位。作为交换，二皇子将割让边境3座城池给北狄。还有这份运送记录，记录着二皇子在3个月内先后给北狄运送了3万担粮食。这些粮食一部分是从民间搜刮而来，一部分是克扣的朝廷边境军粮。朝廷每月拨给边境的军粮是2万只，可这3个月边境实际收到的军粮只有3万只，少了3万只，正是被二皇子克扣送给了北狄。大人可以去边境核查，也可以去二皇子府的粮仓查看，定能查到赃物。九皇子、苏王妃，本官即刻将这些证据呈给皇上，定要揭发二皇子的罪行，还九皇子一个那就有劳钦差大人。二皇构陷本皇子，伪造证据，欺瞒皇上，再加上勾结北狄克扣军粮的罪名，还请大人秉公处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一眼看出二皇兄伪造证据的漏洞，又帮我梳理账目，找到关键线索，恐怕这次我就算能自证清白，也会惹上一身麻烦。我们是夫妻，搭伙过日子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更何况二皇子想构陷你，最终也是想搞垮景阁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再说他那点拙劣的伪造账目，根本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不得不说，你确实厉害，遇事沉着冷静，总能找到破局之法。你也不差。我背叛二皇子勾结北狄的证据，我们也不能这么快反制。这场危机的度过，少了谁都不行。往后若是再遇此类危机，我依旧会与你并肩。毕竟我们是绑在一条船上的人。自然，唇亡齿寒的道理我还是懂的。你安心应对朝堂纷争，景阁这边我会守好，不给你拖后腿。小姐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京城盐价一夜之间涨了3倍，家家户户都在抢盐。城西赵氏盐商把所有存货都囤起来了。赵氏背后是谁在撑腰？还能有谁？街上都在传是二皇子在禁足府里暗中授意，想靠垄断盐价猎财翻盘呢。赵氏在京城盐市根基深，还有二皇子的名头压着，咱们这刚稳住景阁生意，根本撼不动他们啊！垄断盐价，民生大事也敢拿来赌，他倒是胆子不小。撼不动。这是二皇兄与赵氏的密信，还有他3座盐仓的分地图，城郊2处，城外1处。想借盐价动量引发民怨，逼皇上让步，痴心妄想。江南盐商我已经让人联络好了，许了他们3年免税通道，10万斤食盐连夜调运入京。够快，没耽误事。小算盘，我们去朱雀街上开售平价盐，每人限购3斤，价格按原价执行。我这就去写告示，让伙计们贴遍全城。要不要派暗卫盯着赵氏？大家别急，平价盐管够，1人3斤，依次排队登记。苏王妃真是活菩萨，不然咱们都得吃不起盐了。可不是嘛，赵氏太黑心了，3倍价格抢钱呢！都给我住手！谁让你们私自卖盐的？给我砸了这摊子！掌柜的，我们合法经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滚开！合法？在京城，我赵氏说的就是规矩。二皇子殿下有令，谁敢跟我抢盐市生意，就是跟他作对。九皇子有令，谁敢动王妃的人，格杀勿论。你们敢？我是二皇子的人，你们就不怕株连九族？二皇子如今自身难保，还敢借他的名义作恶？他禁足期间私通外臣，干预盐务，早已触犯律法。原来是二皇子在背后搞鬼，太不是东西了！我们支持苏王妃，不许你欺负人！你们等着！大家放心，平价盐会一直供应，直到盐市恢复正常。苏王妃英明，多谢苏王妃。皇上，二皇子在禁足期间暗中勾结赵氏盐商，垄断盐价，哄抬物价，残害百姓，还意图借民怨动荡逼宫。此乃密信与账目证据，桩桩件件皆可核实。大胆！禁足反省还不安分，竟敢勾结外臣，祸乱朝纲！启禀皇上，赵氏已因囤盐亏损破产，儿臣已命人查封其盐仓，京城盐价已恢复正常，江南盐商后会持续供应，确保民生无虞。皇上，
苏王妃与九皇子殿下处事妥当，及时化解民怨，实乃大功一件。二皇子屡教不改，此次更是触碰底线，若不严惩，恐难服众。传朕旨意，二皇子萧景玉禁足期延长半年，削去半数俸禄，收回其名下30%封地。赵氏盐商抄家，财产充公，其族人永世不得涉足盐务。皇上圣明。没想到你断人财路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。彼此，若不是你及时截获密信，联络盐商，这局也破不了。下次再有这种事儿，还需你出手相助。好说，夫妻本就该互相帮衬。刚嫁过来时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扶不起的废柴？起初确实如此，毕竟你挥金如土、流连沟塘的名声传遍了京城。那现在呢？还觉得我是废柴吗？自然不是，你护景阁、阻赵氏、劫密信，事事都护着我和这摊子事儿，我看得明白。清月，搭伙过日子这些时日，我从未想过会有人能与我如此默契。你懂我的伪装，我信你的算计，这种感觉很新奇。我也是，以前凡事都要自己扛，从未有人能让我如此放心托付。与你联手，好像再难的局都能破。往后我们一起把这大梁的乾坤算个明白。好。北敌突袭边境，连破3座城池。镇北将军800里加急求援，军饷粮草告急，国库空虚。今日召你们前来，就是要各皇子自筹军饷粮草，解此燃眉之急。皇上，臣府中积蓄有限，最多只能拿出5万两白银，臣也只能凑出3万两，粮草实在难以筹集。二皇子殿下派人送来信签，称已联络京城所有粮商，愿献粮万救，只求皇上封他为兵马副元帅，掌管前线粮草调度。哦，景玉竟有如此能耐！皇上，臣妾以为此事有蹊跷，二皇子被禁足，如何能短时间联络所有粮商？启禀皇上，属下已收到密报，二皇子暗中买通粮商，将京城所有军粮尽数囤积，想坐地起价，逼其他皇子无粮可献，自己再趁机夺权。竟有此事！二皇子这是借国难谋私啊！好大的胆子！若属实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息怒，军饷粮草之事，臣妻有办法。哦，你有何良策？臣妻欲推出军饷众筹，战后以朝廷关税的1成作为分红，凡出资者皆可按比例领取，相信富商百姓定会踊跃响应。臣愿配合王妃，派暗卫保护众筹款项安全。好，朕准了。你们务必尽快筹得军饷粮草，支援边境。捐钱能分红，还能支援边境，我捐50两。国难当头，理应出力，我捐1000两，只求前线将士能打胜仗。小姐，才2日就筹得50万两白银了，可是粮商们还是不肯松口，都说粮食被二皇子包了。他以为囤积军粮就能稳赢，太天真了。粮仓位置已确认，3处都有重兵看守。这是我算好的损耗表，这些粮筐通风条件差，粮食最多只能存放10日，否则便会发霉变质。今夜你带暗卫行动，运走半数粮食，留下北敌弯刀标记，嫁祸给北敌细作。你倒是算得周全。兵不厌诈，他断我们粮路，我们便断他后路。记得动作干净，别留下痕迹。放心。殿下，按计划行事，东边放火吸引注意力，西边运粮。动手！苏王妃，不好了，粮仓被北敌细作劫了，粮食丢了一半。竟有此事！北敌细作竟敢潜入京城！是啊，我们实在不敢再囤粮了，求王妃收下剩余粮食，给我们一条活路。也罢，我按市价3成收购，你们即刻把粮食运到锦阁粮仓。多谢王妃，多谢王妃。启禀皇上，50万粮军饷，3万担粮草，由9皇子府负责运输，已启程运往边境。儿臣派暗卫护送粮草队伍，沿途戒备，防止北敌细作截击。
皇上，听闻粮草与军饷即将送到，将士们士气大振，已成功收复3座城池。好，太好了！九皇子与苏王妃立了大功，传朕旨意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谢皇上隆恩。恭喜九皇子苏王妃。多亏了你算准了粮仓损耗时间和梁上的心理，不然这局难破。互相帮衬罢了。这是母妃留给我的，据说能安神。你连日筹谋军饷，定然没睡好。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，我怎能收？母妃若在，定会喜欢你这样聪慧果敢的女子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其实，夜劫粮仓那日，我一直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我是怕你出事，没人配合我后续的布局。放心，我答应过护你周全，就不会食言。不过，听到你担心我，倒是比得了皇上的赏赐还开心。往后行事务必小心。我知道，清月，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很好。很好。皇上，儿臣有要事起奏，关乎大梁安危。你有何话直说，无需故作增态。皇上，苏清月实为北狄细作，这是他与北狄首领的密信，约定里应外合攻破京城。还有此人曾亲眼看到他与北狄使者见面。皇上，臣所言句句属实。3月初10那日，臣在郊外客栈亲眼看到苏王妃与一名北狄使者密谈。这不可能吧？苏王妃刚立了大功，怎么会是细作？二皇子所言，你可有话说？首先，这字迹模仿我的笔迹，却连我写字的习惯都不知道。我落笔重，收笔轻，且喜用左手落款。这封信却通骈力道均匀，落款也是右手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伪造。你胡说，这就是你的字迹。信中提及的北狄关卡，3月前已被镇北将军攻破，如今早已是我大梁疆域。我如何与北狄使者在那里见面？我记错了地点，是在城西破庙。城西破庙，3月初10那日，我正在锦阁处理众筹账目，账房伙计前来捐款的百姓都可作证。你说的另一日，我在羌郊赈灾，知府大人与受灾百姓都能为我证明。你所谓的见面时间，我根本不在你说的地方。皇上饶命！是二皇子逼我做伪证，他承诺给我黄金10000两，还威胁要杀我全家。是你收了苏清月的好处，咬一口。二皇子殿下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你勾结北狄，克扣军粮，垄断盐价，桩桩件件都有证据。你以为单凭一封伪造的书信就能污蔑我？皇上，这才是二皇子与北狄的真密信，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和私印，还有他克扣军粮、勾结盐商、囤积军粮的账目明细，铁证如山。没想到二皇子竟勾结外敌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如此狼子野心，留着必成后患。你勾结外敌，谋害兄弟，祸乱朝纲，残害百姓，皆是死罪。皇上饶命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是被北狄蛊惑的，求皇上再给儿臣一次机会。传旨，二皇子萧景玉贬为庶人，流放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参与此事的官员一律革职查办。鱼死网破也赢不了。往后谁再敢动我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得付出代价。不敢。萧兰怀、苏清月，此次你们揭露逆子阴谋，护国安民，立下大功，朕心甚慰。往后朝堂之事，你们多费心。臣妻遵旨，定不负皇上厚望。王妃又出事儿了！王妃，咱们存在京城各大钱庄的银子全被户部冻结了。钱庄的人说是奉了李丞相的令。李丞相背后是谁在撑腰？街上都传这事儿大约是大皇子做的，他见二皇子倒了，就联合李丞相抢储位，还说您和九皇子在皇上面前虚伪至极，实则图谋不轨。二皇子刚倒台，大皇子就迫不及待跳出来，倒是急不可难。不用猜了，就是大皇子的手笔。他拉拢李丞相，以清查北狄余党为幌子，实则想断了锦阁的钱袋子，让我们束手就擒。他以为动了资金就能拿捏我，未免太天真。要不要我调动暗卫，先断了钱庄的主事？不可，应来只会坐实谋反罪名，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你已经有办法了？大皇子只盯着京城钱庄，却忘了我早布下对外通事的后路。怪不得王妃前一阵忙着研究贸易名册，天亮才合眼。即刻将锦阁库存的丝绸绣品发往西域，换取皮毛药材，再转运到江南高价叫卖。
对外的通事贸易不受京城户部管辖，他管不着。皇上，九皇子与苏清月资金来源不明，近期频繁与西域商上往来，恐与北地余党暗中勾结。此等目无王法的行径，若不严肃处理，恐动摇国本。此事你如何解释？皇上，儿臣与王妃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景阁的对外贸易早就在户部备案，往来账目清晰可查。大皇子与李丞相仅凭谣言便冻结资金构陷儿臣，分明是觊觎储位，蓄意打压。皇上，这是景阁贸易的详细账目、商户契约，还有支援边境的捐款记录，每一笔收支都有迹可循。镇北将军与江南知府均可作证。你胡说！这些凭证定是临时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？皇上可派钦差核查。倒是大皇子近期频繁与地方官员私下联络，还在府中私藏兵器，不知意欲何为。竟有此事！大皇子这是要谋逆啊！够了！景阁账目清晰，有功于边境。九皇子与苏王妃也一直安分守己，大皇子所言纯属无稽之谈。李丞相，即刻解除景阁资金冻结，不得再无故刁难。大皇子闭门思过3月，无朕旨意，不得出宫。小姐，西域的货物一到江南就被抢空，净赚20万两。大皇子旗下的几家布庄因为断了咱们的丝绸货源，现在无货可卖，都快倒闭了。掌柜的都快急哭了。这只是给他们的教训。大皇子的根基在京城布庄和钱庄，断了他的财路，他就掀不起风浪了。李丞相的儿子挪用公款，投资了大皇子的布庄，证据都在这里。我已经把证据交给了皇上，不出3日，李丞相就得下台。做得好，斩草要除根，不能给他们反扑的机会。苏王妃，九皇子殿下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给我们布庄留条活路吧。我们愿意把布庄半数利润分给景阁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大皇子若不污蔑到这九皇子府，何至于落到这般地步？告诉大皇子，往后安分守己，别再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否则下次就不是丢了封地和布庄这么简单了。是，小的一定转告殿下。此次多亏你们2人，化解了朝堂与边境的危机。萧兰顺处事沉稳，苏清月聪慧果胆，你们夫妻同心，实乃朕的福气。臣和清月不敢当，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储位之争，朕一直看在眼里。二皇子勾结外敌，大皇子吉凶尽力，唯有你2人能护国安民。往后朝堂之事，你们多费心，朕信得过你们。臣妻定不负皇上厚望。臣定不负皇上厚望。当日朝堂之上，你递证据时，我真怕大皇子狗急跳墙，对你不利。你在我身边，我不怕。我算准了，皇上会信我。这方暖玉能驱寒，你连日筹谋贸易应对朝堂，定是累坏了。带着它，夜里能睡得安稳些。在我心里，你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。以前觉得搭伙过日子，只要互不耽误就好。可现在，我想护你一辈子。其实，这次资金被冻，我也慌过。可想到你会在朝堂为我撑腰，就觉得没什么好怕的。清月，我们不是普通夫妻，是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更是彼此的依靠。是依靠，真好。大事不好！大皇子的人占了城南绣品工坊，三皇子扣了漠北药材商队，都说借去充军粮，连凭证都不留。有皇上旨意或户部调令都没有，工坊管事拦着还被推搡，他们根本不讲理。还有7皇子劫了江南漕运的3船丝绸，转手卖了4吨，对外说是查跑私货。更过分的是，他还让人在军需之名囤货抬价。既抢东西又泼脏水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要不要让暗卫抢回东西，再把谣言掐断，顺带给他们点教训？不必，硬来落人口实。2是让人把7皇子私卖丝绸的证据散给京城商户，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的谋私。你说的有理，只是不及时制止，会不会太冒险？小姐，不如听九皇子殿下的。倒要看看他们抢来的东西能不能守得住，谣言能不能站住急。殿下说了，那苏王妃仗着皇上信任赚进银子，借东西充军粮是她的本分，还敢拦着，不知好歹。这是要送西域换药材的绣品，依我看，王妃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能怎样？赶紧办！你们是谁？敢动三皇子的东西？蒙面暗卫，江湖。大家看看，
七皇子劫了景阁的丝绸，转手卖给盐商赚私钱，还说景阁囤货，这才是真的借着军需牟利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苏王妃不是那样的人，上次还捐了50万两军将呢。七皇子太过分了，拿边境军需当儿戏。殿下，王妃，三皇子药材已结存隐秘据点，七皇子丝绸泡水解体，大皇子工坊断水断柴，绣娘全走了。另外，七皇子私卖丝绸的证据已传开，京城百姓都在骂他，商户们也都站在景阁这边。这点教训不够，传话给他们，想要军需堂堂正正来景阁按市价采购，再敢明抢造谣，下次就不是丢东西失民心这么简单。我们九皇子府的王妃，可不是谁都能有的，一步两步算得明明白白，既拿回东西又挣了名声，够绝。我的东西不是谁都能碰的，我的名声也不是谁都能泼脏水的。父皇，苏清月毁了儿臣的绣品工坊，断水断柴，让儿臣损失惨重。他还抢了儿臣的边境药材，毁了七弟的丝绸，故意刁难军需，只想独吞商贸之利。皇上，苏清月还让人散布谣言，污蔑儿臣，让百姓误会儿臣，儿臣实在冤枉。你们说的药材、丝绸工坊原本是谁的？七皇子，你说清月污蔑你，那景阁的丝绸为何会出现在江南盐商铺中？清月的景阁为边境筹50万两军饷，献3万担粮食。你们呢？除了抢他的东西，还做了什么？滚回去反省，别来搬弄是非。皇上竟偏帮苏清月，看来软的不行，得来硬的。殿下，景阁靠各地商路支撑，咱们联合各地官员收10倍重税，卡口关文牒，让他的货出不去进不来，景阁自然撑不住。殿下，属下还有一计，景阁每月都会向户部报备商税，属下可以故意篡改账目，让户部去查抄景阁的账册，搅乱他的布局。好主意，双管齐下，即刻联络各地官员，篡改景阁税册，事成后景阁利润分他们3成，户部这边我自有重赏。属下遵旨，属下遵旨。王妃，各地官员收10倍重税，还卡开关文牒，咱们的货全堵在半路了。苏王妃，有人举报景阁偷税漏税，小的奉命前来查抄账册，请配合。怎么会这样？咱们每月都按时交商税，根本没有偷税漏税。三皇子的手笔倒挺快，还拉上了户部。小姐，这次我们又该怎么办？别急，小算盘，传命各地商队即刻停运，已发出的货原路返回，暂存隐秘据点。账房把近1年的商税收据、户部回应全拿出来，摆到前厅，让这位差役好好。你去做最重要的2件事：一是联络各地粮商、盐商、丝绸商，说景阁停运，往后大梁的丝绸、绣品、药材一概不供；二是去户部查是谁改了咱们的税册，把证据拿回来。放心，保证办得妥妥当当，定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不关小的事儿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，可不想被牵扯进来。苏王妃商队一停，世家大族没景阁丝绸换，连盐都不肯买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景阁绣品断货，咱们的布也卖不动了，再不停手，京城商户全得倒闭。边境将士商药全靠景阁，现在药断了，军心都要乱了。三皇子真是糊涂。掌柜的，前线将士伤兵无数，急需药材，再送不到就要撑不住了。不是我不送，景阁的药材商队被三皇子卡了，根本出不来呀。皇上，各地商路瘫痪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已有抢货乱象，再不想办法，恐生民乱。边境信使来报，将士无药可医，粮草告急，三皇子卡景阁商路，实在是置边境安危于不顾，请皇上下旨，让三皇子停手，让苏王妃恢复商路，稳定大局。苏王妃，此次九皇子和你受委屈了，朕下旨撤重税，还通关文牒，严惩涉事官员。你可否恢复商路？臣妻遵旨，但求皇上恩准，往后各地官员不得刁难景阁商队，皇子不得借军需侵占景阁产业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另外，户部有人篡改景阁税册，诬陷景阁偷税漏税，还请皇上彻查。尚书大人，查明白了，就是他受三皇兄指使篡改景阁税册，这是证据。胆大包天，竟敢在户部动手脚，还牵连皇子，小的这就进宫向皇上禀明。苏王妃，之前是皇兄糊涂，被奸人蒙蔽，你大人有大量，赶紧恢复商路。皇上那边我实在没法交代。三皇子，你指使下官篡改税册，诬陷景阁，还联合各地官员卡景阁商路，本官已将证据呈给皇上，你就等着皇上降罪吧。你知道错就好。景阁商队停运，直接损失80万两白银。户部篡改税饷，需公开向景阁赔罪，卡商路的官员悉数赔偿损失，一分不少。80万两，太多了，那些官员拿不出来。这只是直接损失，
边境将士因药材延误造成的伤亡损失还没给你算，不答应，景阁就一直停运。皇上怪罪下来，殿下担得起就好。好，我答应，一定凑齐银子送到景阁，让户部公开赔罪。下官户部尚书见过苏大人。王妃，三皇子送来了80万两白银，一分不少。户部尚书也在京城街头公开向景阁赔罪，涉事官员被革职，通关文牒已还，各地商路恢复畅通。把这些银两分成3份，一份恢复商路，赔商户违约金，顺带加开边境药材专线，优先送前线所需；一份扩充物流队，添购护卫，在各商路设驿站，防止再被卡货；再一份转西域和江南私人钱庄，作为备用资金，任何人不得过问。小姐，为什么转去外地钱庄，还加开药材专线？这会增加不少成本吧？京城是非之地，皇子们不会善罢甘休，留后路总没错。加开药材专线，一是稳住边境军心，二是让皇上看到景阁的担当，断了其他人的闲话。萧兰香，皇子们最近有什么动向？大皇子招兵买马，联络边关将领，还偷偷买了一批兵器藏在城郊。三皇子囤积粮草兵器，不甘心失败，还在联络其他皇子结盟。七皇子联络外戚，想借着外戚的势力争夺储位，都想借边境战乱攒实力。果然没消停。苏清月把银子转去外地，还加开边境药材专线，收买人心，倒是小瞧他了。殿下，景阁长大梁，商贸命脉，若能拉苏清月入伙，储位就稳了；若是不能，不如找机会除掉他，景阁就成一盘散沙了。拉他跟那废物萧兰玄一条心，是咱们的最大阻碍。即刻让兵器商把那批兵器送进城郊库房，再派死士埋伏景阁外，找机会除掉苏清月，做得干净点。属下遵旨。殿下，大皇子的兵器藏入城郊库房，数量不少，还派了死士去景阁附近埋伏。敢藏兵器，还敢动清月，找死！传命，先把兵器库钉死，再设伏等着那些死士，瓮中捉鳖。这批商药是前线急需的，我们亲自送才能放心。按这条路线走，避开三皇子的势力范围，明日就能抵达边境。小姐放心，护卫都安排好了，绝不会出岔子。苏清月，拿命来！大皇子殿下有令，取你首级。暗卫何在？为最快的马去景阁。清月若有闪失，他们都不能活。连当年母妃病重，我都未曾这般慌乱。给我上，别让他跑了！快跑，安危很快就到。小姐，我怕。别怕，跟着我。小姐，刚才太危险了，差一点就……小算盘，有些事我瞒了你很久。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小姐，你说什么？我来自一个没有皇权、没有战乱的世界，那里有高楼大厦，有能算尽一切的机器。我是那里的精算师，算遍金融市场，从未失手。不知为何穿到这里，成了苏家嫡女。那你还能回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哪天真的遇到致命危险，我就不是死了，而是回到了原本的世界，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小姐，我不要你走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放心，只要我还在，你就不会有危险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哪里疼？我没事，就是受了点惊吓。没事就好。以后我会派更多暗卫随行，把秦柱的死士严加审讯，让他们招供出大皇子的所有阴谋。另外，立刻带人去城郊兵器库，将所有兵器和人证一并拿下，呈给皇上。属下遵旨。我们回去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回到原本的世界。
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会有一天离开我吗？大皇子想杀我，还私藏兵器，这是谋逆的大罪。你把他招兵买马、联络边关将领的证据，还有死士供词、成交兵器库的线索，一并交给皇上。皇上最忌讳这个，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会严惩。三皇子的目的没达成，心中定然怨恨，说大皇子想弃纯保马，要把所有罪责推到他身上，让他彻底反水，指证大皇子。就这么简单？不亲自教训一下大皇子，我心里这口恶气难消。亲自出手落人口实不值当，让三皇子去当这个出头鸟，咱们坐实证据，既除了大皇子这个心腹大患，又能让其他皇子不敢再轻易招惹我们。放心，我这算盘从来都不会算错。好，我这就去皇宫呈提证据，再安排人去三皇子府外放风声。你在府中小心，我让暗卫加倍值守，寸步不离跟着你，绝不让你再受半点危险。去吧，我没事，有小算盘和护卫在，再加上你的暗卫，万无一失。皇上，这是大皇兄私藏兵器、招兵买马、联络边关将领的证据，还有他派死士刺杀清月的供词，以及成交兵器库的兵器登记册，证据确凿，皆是谋逆的实锤罪证。大胆！朕还活着，他就敢谋逆，眼里还有没有朕？还有没有律法？皇上息怒，大皇兄许是一时糊涂，被奸人蛊惑，才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。一时糊涂，这是蓄谋已久。传旨，命御林军即刻前往城郊查抄兵器库，彻查此事，绝不姑息。奉旨查抄兵器库，所有人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。你们敢？这是大皇子的东西，谁敢动？大皇子萧景恒私藏兵器，招兵买马，联络边关将领，行刺皇子妃，结党谋逆，罪证确凿。三皇子萧景轩勾结同党篡改税策，卡商路，参与行刺，罔顾国法。传旨，削去大皇子萧景恒所有封地和兵权，贬为庶人，圈禁终生，永不得出府。削去三皇子萧景轩2成封地，收回手中所有职权，禁足府中3月，闭门思过，罚俸1年。皇上饶命，儿臣知错了，求皇上开恩。大皇子贬为庶人，圈禁终身；三皇子禁足罚俸，这只是开始。往后再无皇子敢轻易打景阁和九皇子府的主意。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现在的大梁只有景阁能拿到这些西域珍稀药材，做出这般精致的苏绣。提价是为了筛选客户，剔除那些只想占便宜的小商贩。我们以后只做世家大族和朝廷的生意，利润更高，风险价更低，让前线将士安心打仗。二是让将天下人知道景阁的格局和担当，断了其他人的非议和闲话，这比赚银子更重要。王妃高见，这样一来，咱们既能弥补之前的损失，还能赚腾名声，拉拢朝廷和世家，一举多得。那日他说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是什么意思？有一天我会失去他吗？殿下，您不进去？不进去了，你去告诉他，我先回府里休息了。王妃，最近各大钱庄的储备银越来越紧张了。京城最大的永丰钱庄储备银少了7成，裕丰钱庄少8成，就连国库的白银也因边境战乱消耗大半，入不敷出。皇上是不是又在从各大钱庄提银充军？是，皇上每月都要从各大钱庄提大量白银充作前线军需。朝中官员和世家大族见边境战乱不止，担心大梁出事，纷纷把银子转往西域和江南的钱庄，生怕自己的银子受损失。这样一来，各大钱庄的银根都快空了，随时可能出现挤兑乱象。苏王妃，九皇子殿下，前线军需告急，皇上让国库拨银，可国库空虚，各大钱庄也拿不出银子，前线将士的伤药粮草都快断了，还请两位帮忙，解前线燃眉之急。前线军需绝不能误，我即刻从景阁调10万两白银应急，派精锐护卫和暗卫押送，保证按时送到前线。萧兰怀，你即刻去皇宫回禀皇上，就说景阁愿意拿出白银充各大钱庄储备，稳定大梁金融局面，但我有2个条件，必须皇上亲自应允。放心，我定把你的条件一字不差禀明皇上。清月已从景阁调10万两白银，派精锐护卫押送，解前线军需燃眉之急。他愿拿出大量白银充各大钱庄储备，稳定大梁金融局面，防止出现钱庄挤兑、商贸瘫痪的乱象。但他有2个条件，恳请皇上应允。快说，什么条件？只要能稳定金融，解前线之急，朕全都准。第一，
恳请皇上准许清月掌控天下钱庄账目，所有钱调度储备银管理，商税核算由他说了算，户部不得无故干涉。皇上需下旨昭告天下。第二，封锦阁为大梁皇家专属商法，所有皇室朝廷的商贸往来皆由锦阁经手，各地官员需全力配合，不得刁难。皇上万万不可！锦阁掌了天下钱庄账目，就等于掌了大梁的金融命脉，这太危险了。若是苏王妃有二心，大梁的金融体系就完了。尚书大人，如今大梁金融岌岌可危，各大钱庄银根空虚，国库入不敷出。除了锦阁，谁还有能力拿出足够的白银稳定局面？谁能保证钱庄不挤兑，商贸不停摆，前线军需不断？锦阁的利益与大梁休戚与共，大梁乱，锦阁也难存。臣妻身为大梁皇子妃，绝不会做出损害大梁的事。准，朕准了。传旨，封苏清月为大梁掌财令，掌控天下钱庄账目，所有银钱调度、储备银管理皆由其说了算，户部不得无故干涉。赐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封锦阁为大梁皇家专属商法，所有皇室朝廷商贸往来皆由锦阁经手，各地官员全力配合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谢皇上隆恩，臣妻定当竭尽所能，稳定大梁金融局面，保障前线军需，不负皇上厚望。王妃，10万两白银已安全送往前线。前线军需官传来消息，将士们士气大振。锦阁的3成核心资产也已私处转往西域和江南的私人钱庄，账目清晰，单独登记。另外，各地钱庄掌柜都已收到皇上旨意，愿听候王妃调遣。各地钱庄的账目也已全部送抵锦阁，恭候王妃核查。小姐，你掌控了天下钱庄账目，还把3成核心资产转去了外地，万一还有皇子或大臣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，说您图谋不轨，掌控大梁金融命脉，想造反怎么办？皇上不会误会，他心里清楚，如今的大梁离了我这掌财令，金融体系会瞬间崩塌，前线军需也难以为继。我把核心资产转去外地，不是为了图谋不轨，而是为大梁留后。若是京城再有变故，有这些备用资产和各地钱庄的支持，我能快速稳住局面，不让大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那些皇子和大臣，就算有心思，也没那个胆子再招惹我们了。我的王妃总是想得这么周全，既解了前线之急，又长了大梁金融命脉，还布好了后手，厉害。其实危难那日，我听到你对小算盘说的话了，你说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，你说你的世界没有皇权战乱，你是那里的精算师。没有告诉过你，是怕说出来你不信。我是几千年后的金融精算师，意外穿进我正在看的书里，你是我在这书里遇到的人。你说的我都信。我以为遇到致命危险或许就能回去，可那日你焦急地把我搂进怀里。我那晚回来就想，这个世界有想要守护我的人，如果我一直在你身边，也是不错的人生。不管你来自哪里，你都是我的苏清月。外面都在说我们受尽皇上信任，风光无限，可是我认为这些都不及你在我身边。还记得你刚嫁来时拿着算盘跟债主对账的模样吗？那时我就觉得我的王妃跟旁人不一样。以前觉得你是个只会败家的废柴皇子，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。不过你的安慰确实好用，帮我挡了不少麻烦。我的人自然是为你所用，往后不管是商战还是宫纣，我都站在你身前。只是我的王妃能不能偶尔也歇歇，别总把所有事都扛在肩上。有我呢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过若有一天我算累了，你可得接得住我的算盘。不仅接得住你的算盘，还接得住你的所有欢喜与疲惫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做你的屠刀，为你扫清一切障碍，护你，护锦阁，护大梁周全。有你在，大梁的乾坤，咱们一起算。汉军破雁门关，3日连下3城，兵临京郊。尔等皆是大梁老将，竟无一人愿领兵迎敌。皇上，叛军兵锋太锐，臣年事已高，恐难当大任，求皇上恕罪。臣麾下将士多有伤病，粮草不足，贸然出战必败，臣不敢领命。我等不敢领命。皇上，叛军势大，麾下皆是亡命之徒，臣以为应暂避锋芒，迁都江南。复议，萧氏皇子皆在京中，不如让皇子们领兵，谁能退敌，便立为太子。儿臣萧乱怀请战。蓝怀，你可知领兵打仗并非儿戏，不是赌坊玩牌。九皇子说笑了，
一个连皇子府都养不起的废柴，何来兵力？儿臣知，多年来，儿臣看似流连市井，实则暗中培养兵力。京郊暗卫营3000人，各州府情报队1000人，皆可立刻出征。启禀皇上，九皇子麾下3000暗卫，皆是精锐，已在京郊待命，随时听候九皇子调遣。既已如此，朕封你为镇北大将军，总领前线军务，生杀予夺皆由你定。皇上这一封，倒让这懒散的九皇子捡了个大便宜，没找机会磨磨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的锐气。锦阁流动世间50万两，各州府商路应急银票都在这儿，够你支应初期军费了。京城安危，我交予你。现在内有朝臣撤阻，外有流言，你一人撑着，怕吗？我是大梁长财令，更是你的王妃。你守江山，我守后方，等你回来，务必平安归来。必平安归来。等我平叛，就光明正大做你的助理，再也不装成这废柴模样了。兰怀出征，京城必生乱，你们各司其职，不得有误。小算盘，连夜盘点锦阁与皇子府粮药部，登记邮册，天亮交给我。是小姐。账房整理全国商路探长，标注钱庄粮行药材商位置，明日一早给我。核查京城钱庄储备银，随时调动。老奴遵命。暗卫副统领带500暗卫，一半守皇宫皇子府严查出入，另一半监视户部兵部，有变动即刻来报。属下一定照办。记住，前线的每一分粮草，每1两白银都由我们守着，绝不能出半点差错。谁敢断前线粮草，谁敢在后方作乱，无论朝臣宗室，一律严加处置。冲！将叛军赶出黑石岭！殿下，叛军军心涣散，再冲一波便可全胜！殿下，首战告捷，叛军退至落峡谷，无力反扑。扎营休整，医治伤兵，清点伤亡，派运输队去京郊物资营取粮。明日进军落峡谷，全歼叛军。副将遵命。查落峡谷附近是否有埋伏，紧盯运输队路线，谨防意外。北市，都打起精神，谨防叛军伏击，有动静即刻示警。收粮车，灌他们粮草！护粮车，快传信给殿下，有内奸泄密！快去救粮啊！殿下，粮草堆在古道运俘，粮车全烧了，运输队兄弟死伤过半。内奸，彻查兵部与运输队，找出泄密者。殿下，将士只剩1日口粮，伤兵无粮无药，3日之内无援，军心必乱。选2名精锐，快马回京向清月传信，10日之内务必送粮至黑石岭，越多越好。另外，严密封锁粮草被劫的消息，敢有散布谣言者，斩！皇上，九皇子用兵不慎，致粮草被劫，前线断粮，此乃兵家大忌，可见其无领兵之才，请皇上换将。复议，九皇子本是纨绔，侥幸守胜，便轻敌，酿此大祸，应治其罪，另选贤能。复议，请皇上换将。临阵换将乃大忌，叛军反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上，前线无粮，将士何以打仗？若不追责，难以服众。苏王妃，朝堂议事，岂容你妇道人家插嘴？皇上赐我尚方宝剑，掌大梁财权，前线粮草由我负责，我为何不能插嘴？粮草路线为兵部、户部知晓，粮草被劫非兰怀之过，是兵部侍郎通敌泄密，这是通敌密信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皇上，臣冤枉，是栽赃。带证人。是谁泄露的路线？是兵部侍郎，他收了黄金千两，给了我们路线图。大胆！通敌叛国，泄露军机，拖下去，满门抄斩！清月，国库空虚，官粮不足万岛，前线断粮，你有何办法？臣妻有计，全民命筹军费粮草，向百姓商户募捐，按数额给奖励，短时间必能筹得足够粮银。万万不可！百姓被战乱所戮，募捐必生民怨，引发民变。故意募捐粮银已被贪没，后患无穷，不如向世家借粮，虽付高息，却更稳妥。国库空虚，唯有募捐粮银充作军饷。世家借粮，利息掏空国库，日后必被掣肘。百姓之兰怀浴血护江山，小以大义加奖励，定会响应。贪墨之事，我自有办法杜绝。皇上赐九皇子府先斩后奏，前线将士命悬一线，容不得迟疑。众筹之法，我意已决，谁敢反对？
便是与前线将士为敌，与大梁为敌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准，推行全民众筹，所有官员州府皆需配合，敢阻挠者以通敌论处。清月，此事全权交你，10日之内筹粮送往前线。遵旨。定不辱使命，明日启动众筹。小算盘带20伙计去京城及各州府贴告示，写清激励条件。小姐，激励条件怎么定？我已请示过皇上，拿到激励诸多特权，激励分3等。第2等，捐银1000100两或锦阁500担者，免商税役3年，赐御匾。第1等，捐银10000两或粮3000段者，成为皇室专属供货商，终身免商税。子弟末世入太学。小姐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账房组建督察队，每笔粮银详细登记，每日公示，杜绝贪墨。老奴遵命。暗卫副统领派300暗卫配合督察队，严查贪墨传谣者，如有则就地正法，无需上报。属下照办。兰怀浴血前线，我们筹粮后方，这是人心之战，唯有万众一心，才能守住大梁。捐50两免1年商税，我开杂货铺，每年税不少，我这就回家取银子来捐。前线缺粮，我捐2栋粮，尽份心意。我是城西粮行掌柜，捐粮3000栋，要锦额5成分红权，登记。这锦额的分红权可是难得啊！大家排好队，每笔捐赠都登记，明日公示，绝无贪墨。我捐银5万两，要皇室专属供货商资格。多谢老爷，皇上亲自牌匾，3日后送到府上。王妃，青州粮行掌柜联合捐粮2万担，扬州富商捐银15万两，兖州、冀州各捐粮1万担，银5万两。京城半日筹得粮1万担，银10万两。账房统计全国总数。截至今日响欧，全国共筹粮5万担，银40万两，还有药材数千斤，布匹数百匹。好，整理京城粮1万担，银10万两，药材1000斤，作为首批物资，明日一早装车送前线。恕老奴多嘴问一句，为何只送京城的，各州府的不一起送？各州府物资需整理，路途远，先送京城的解燃眉之急，其余分批运，避免运输队过大，遭叛军伏击。果然有您的带领，方方面面都更加周全。王妃，今日募捐明细已整理好，明日一早京城及各州府公示。整理的不错，公示环节绝不能马虎，这是取信于人的关键。老奴明白，亲自监督。这是运输路线，标注了沿途暗卫布防点，交给运输队统领，严格按照我设计的路线走，不可暴露行踪。遵命，一定亲手教育统领。小姐虽然一直沉着冷静，但小算盘日日看在眼里。小姐一定也在担心九皇子殿下的安危。小姐和殿下都是命好之人，你不要太担心，殿下一定也希望你能日日安好。只希望粮草运送不要出什么差蛇。兰怀，粮草很快就到了。